说句实在话的，现在已经要接近年底，促销活动真的是一个接着一个。才刚结束万圣节、双11活动，马上呢要迎来双12、圣诞节还有新年，在这些节日里呢，都避免不了花点钱买些礼物，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意。那就废话不多说，今天呢，我要来教你们如何在送礼季节的时候可以有效的省钱。那这个视频呢，不是教你们变得小气、变得抠抠搜搜啊，而是来拯救你们的钱包。我在乎的是这几个钱吗？明年呢，我就要回中国见我的朋友们。俗话说得好，出门靠朋友。这次回去呢，还得指望我朋友给我当导游，所以呢，也少不了要带点礼物给朋友。那我为什么要提前几个月开始呢？这也是我要提到的第一点，就是尽量选择在节假日有活动打折的时候买礼物。比如说你的朋友、家人、另外一半谁的生日要来了，或者是有任何的纪念日，在那个日期到来之前有任何的打折活动，你都可以开始准备礼物。这样子不但让你省钱，也可以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计划到底要送什么样的礼物。我认为送礼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礼物的价格取决于你和这个人的关系的深浅。该大方的时候呢，不要表现得小气，但是你在选礼的同时也要量力而行，千万不要让价格成为你的负担。接下来的第二点呢，就是当你在网上看礼物的时候，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能少得了先去打折区或者是清仓区看一眼呢？再来第二步呢，就是在产品筛选功能里选择从价格低到高，这样子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这件物品符不符合你的预算。一定要多看看打折区和清仓区啊，你能找到意想不到的打折商品。这次我给朋友挑选了几件小礼物呢，都是通过这个方法去找到同样的物品，但是不一样的颜色、款式或者尺码，却在打半折，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如果你同时需要送很多的礼物，是不是很头疼？因为太多人了，不知道要送什么。所以我这里建议的是你去买性价比高的套组。那一盒套组里面不是有很多小礼物吗？你可以把套组里的东西都拆开来，然后分配到不同的礼物当中。你还可以买一些小样的套组，这样呢你不需要把它们拆开来，美观上呢也看起来更好。在这样的节日促销活动里，你还要送那么多人礼物，我觉得买套组是最划算也是最省钱的一个方法。千万不要觉得买套组就是显得小气，套组呢反而还能给你带来更多的灵活性的选择，就是你可以任意搭配其他一些小礼物，然后一起送人。如果你发现送的礼物数量太少了怎么办？数量不够怎么办？那就小样来凑。通常节假日呢打折都挺狂的，中小样啊也送的比较多。如果你有一些用不上或者是囤太多的数量的中小样产品，都可以用来送人，能快速消耗你中小样的物品囤货的同时，也让送给朋友的礼物看起来更加的实在。我之前呢在公司上班遇到圣诞节的时候呢，通常是上司老板送礼物给各个部门，那一个部门呢大概有10几个人吧。这也是我公司大多数美国人会做的，就是把单价很便宜的东西拼在一起。通常呢就是常见的一些巧克力、糖果、10块钱星巴克礼卡，还有适合冬天用的袜子、手套、护手霜，或者那种小样的蜡烛，把它们拼在一起变成一个 gift bag 或者是 gift basket， 这样让你整个礼物看起来非常的高级和实在，而且收到礼的那个人也不会觉得单价太便宜，因为整个包在一起的话会看起来非常美丽，让人觉得哇这个东西好贵，其实呢单价就很便宜而已。当你看中了一双鞋子想要送给朋友，无奈价格太高了，你可以做的呢就是去找性价比高的鞋子，价格稍微低一点的选择。在这里呢想说一句现实的话，送礼送的是给别人而不是你自己，所以在挑选礼物的过程中呢，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就是要挑最好最贵最名牌的，说不定收礼的那个人很喜欢，这样我和这个人的关系就有一个很大的提升，而这个提升是取决于金钱上的。虽然有一部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就是有的时候送礼是卖一个人情，然后说不定你以后在工作上面啊，或者是在其他生活上面，别人会更加愿意去帮助你。如果收礼的这个对象呢，只是一个普通关系的朋友、同事、同学这种的，对于一个普通关系的人来说，你在给他们买贵价礼物的同时，也是在给自己压力，也给自己的心理设预期，就是要求对方
回给你同等价格的礼物。那既然你和这个人的关系仅仅就是走个人情走个过场，价格高低其实不是很重要，只要礼到手，心意被看到就好。讲了这么多，我觉得送礼这件事情还是挺有讲究的。你送的太随意了吧，别人觉得你小气；你送的太贵，别人给你的回礼达不到你的预期，或者是你经济能力不是太负担得起，觉得送这个礼物有压力。能帮你们在送礼方面上省钱的最后一点呢，就是千万不要为了送礼而送。在这个前提下呢，是要看你和另外一方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与其随便送礼给朋友，你要多了解、多观察你的朋友，或者是你想送礼的这个对象，他们的爱好和风格是怎么样的。如果一个从来不爱读书的人，你却送他几本书；从来不穿裙子的人，你却送他一条裙子。这样看来呢，你在准备上面一点都不用心，更重要的是还浪费你的钱，因为你也不希望你朋友收到你的礼物之后，第二天就把它给扔掉吧。所以在控制送礼开销的同时，也要去注意这个礼物是否符合对方的心意。那如果实在你不会挑礼物，那就送一些大众都能接受的礼物范围之内，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考虑。希望这些小小的建议对你们有帮助。如果喜欢这些视频，不要忘记关注、点赞，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周五再见，拜拜。